各位好，我是胖哥。作为一名数码败家爷嘛，盘点一下一年购买的数码产品还是有必要的。算下来呢，花的还挺多，8、9万的样子。这里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然后你听我的嗓音有点沙哑，因为我现在也是一个小阳人啊。那所有的产品都是我自己真金白银购买的，那没有任何的赞助，所以请大家安心使用。那么我会按照购买的时间线开始跟大家介绍我买的那些产品。1月3号买了德维小电钻，存当是玩具购买的。它带了陀螺仪，可以根据手腕的转动方向和速度控制钻头运动。偶尔装个宜家的柜子它还挺不错。但是你想生产应用的话，应该还是很吃力，因为每次转动都需要扭动你的手腕。1月13号又购买了2个公牛智能插座，主要用来看设备的功率和电费。可以看到我的服务器每月要支付150元的电费，占家里电费的一半了。那我一开始要买小米的，但是小米的插座联网的时候非要我填写密码，不给用户自行选择，那我只能退货。1月21号买了安库红外激光水平仪，绝有推荐，比较实惠。那有它之后呢，你在墙上安装东西再也不会歪了。1月25号买了 Switch， 我平时在 PC 端玩3A 游戏，那对性能堪忧的 Switch 并不是很感冒。买它的主要原因呢是老婆提到用健身环减肥好像不错的样子。不过预料之中的健身环和 Switch 都吃灰了。然后上海就经历了长达3个月的封城，时间跳转到6月7号，我买了佳能 RF2470 2.8L。现在已经是我 C70 的挂机头，你后面看到的所有视频几乎都是用这种镜头拍的。6月14号我买了罗技的 Mechanical Mini， 买它是因为原来的薄膜键盘 MXi 会全尺寸，而87键的 Mechanical Mini 呢，可以让我的键盘和显示对称，鼠标移动也比较方便。如果你想用一套罗技的键鼠控制2-3台电脑的话，我是建议你购买的，否则的话并不建议。虽然手感不错，但是的确太贵了。7月8号买了21款的16寸 MVP 顶配，如果要算红灰榜的话，它绝对是排在红榜第一。2万多价格很值之前有专门做过测评，我在这边就不再赘述了。8月15号买了一块 18T 的希捷硬盘，价格十分便宜至今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矿盘，不过我已经使用到现在，并且塞满了小姐姐，不对是塞满了学习资料。至少我看硬盘的状态是没问题的。那8月21号呢，我买了伯父的咖啡机，集成了磨豆机，并且带有屏幕，操作非常方便，可以作为入门首选。不过4孔奶棒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实际打奶的力道不足。9月30号买了 iPhone 10 Plus， 不晓得 iPhone 15还有没有这个版本，我个人感觉大屏幕还是非常爽的，而且后面的折扣也比较给力。10月2号买了 Studio Display，外观、屏幕、功能性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。如果你是 Mac 用户可以考虑，但你是 PC 用户的，千万不要把它当显示器了，你会后悔的。10月5号呢，买了 iRODE MTM 监听音箱，用来替换 iRODE MM 的，自带 DSP 校准。比较坑的是呢，2个音箱的底子它不一样，但我是海淘的，连退换货的选项都没有。10月14号买了雅马哈 U22C 声卡。是给 MTM 用的。买它很大的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家庭音乐一套都是雅马哈的，感受不错，所以我就直接买了。否则的话，我大概率会买福克斯特的声卡。有个问题你需要注意，如果你是 Mac 用户，并且用最新的 macOS， U22C 虽然能用，但是它自带的机架软件跟系统不兼容，连不上声卡。但是在 Windows 下最新的系统是没有问题的。10月18号买了福克斯的 Carrot 声卡。一是为了推我的数 SMTP， 2是为了后面买的音箱作为音源。我一直以为声卡这种东西音质的好坏完全是玄学，但是跟雅马哈 U22C 比起来，终端的 Carrot 声音更加清晰，能很明显的听出来区别。10月21日买了索尼经典的监听耳机我算是慕名购买，不过实际体验不好，感觉并不是真正的监听回放，而是刻意的做了一些调整。我本来的声音就不太好听，用了它之后呢，我的录音就更糟糕了。这可能是我今年买的产品里面唯一算上黑榜的了，不建议各位购买。12月14号在小黄鱼出了一个拜耳动力 DT1770 Pro， 号称录音室第一耳机。有人买索尼7506的经验这次就不敢买新的了。DT1770全新的要3500元，这个试错成本太高。
收来的1770 Pro 序列号还是3位数的，成色不错，不过包装都发黄了，不知道转了几手。实际听下来比750好不少，至少我的录音声音也是正常的。另外有一点提醒各位，如果你想买个耳机听音乐，千万不要选这2个，他们会把音乐里面的缺点全部暴露出来，真的不适合 HiFi 欣赏。以上就是我今年购买的数码产品了，有不少我已经做过测试视频。如果小伙伴有什么想要进一步了解的，直接留言给我，我看到的话会一一回复。好了，各位，明年的2030年败家盘点再见，拜拜。